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美伊战事是我们的大主题，要来特别看到的是美军狂炸7岛航空母舰。再来是伊朗的部分，它的纳斯尔2号第8波的全面反扑已经正式的展开了。这一次不只是伊朗在打，还包括了真主党胡塞组织也怒呛说他们要参战。再来就是双海峡是否会被锁核？现在油价有没有可能飙到$200大关？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先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密好，各位朋友好。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在关心美伊战事之前，请记得帮我们按赞，并且按下热推键，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下热推，或者是写下思密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特别做回复。提醒大家，在环球大战线主频，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成立了，按下加入键成为战友吧。好，今天的美伊主题，我们先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一样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美伊战火现在是全面的升级了，川普狂轰伊朗。这个叫做永不沉没的航母大通布岛，现在是它的最新布局，真的能够撕裂伊朗的核姆兹防线吗？那么这个岛它的重要性是伊朗的7岛防御网会不会引爆下一个中东的战火呢？另外一场新的引爆点呢？再来，我们看到第2点，美军连续炸伊朗，狂轰狂炸已经达到5天了。当然了，伊朗的报复的力道也是非常强烈的。发动了闪电行动，跟这一场叫做纳斯尔2号的飞弹无人机攻势。伊朗也最新扬言了，他会俘虏100名的美军。他是真的反击，要打痛美军，还是一场心理战？这个是第2个问题。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打出的能源王牌，包括了胡塞组织也说要参战哦。那么接下来他的下一个动作就是封锁曼德海峡。如果荷姆兹、曼德都被封锁住的话，全球油价有没有可能很快的突破$200大关？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剖析。这一次在中东的战火部分已经全面的升级了。川普在下令要重启对于伊朗的这一波攻势之后，已经连续整整5天狂轰伊朗，而且呢，这一次是第一次24小时之内白天发动一场战争，接下来晚上又发布另外一场战争，等于是全天候不停的在对伊朗进行轰炸。15日早上，我们先来看到美军锁定的就是它的荷姆兹海峡的入口。今天特别要关心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对于伊朗来说是重要的战略节点，它的大通布岛。美军上午在这边轰炸了90分钟，紧接着同一天下午又展开第2波的攻击。同时，美军还说要恢复对于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行动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美军的部分还对无视警告的油轮发动了地狱火的飞弹攻击，要切断所有伊朗最重要的石油生命线。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主题就是美军真的只是炸一座岛吗？因为大通布岛到底有多重要？帮观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它是伊朗7岛防线的核心，所以顾名思义，其实就是由7岛所组成的。这当中包括了大通布、小通布，还有其他的岛，那么形成在伊朗的一个拱形的防线哦。这一波攻势造成了我们看到伊朗的7名军人丧生，还有13枚飞弹直接射向了伊朗的东南部，在这边的军事基地。伊朗形容这个大通布岛的7岛就像是永不沉没的航母。现在美军直接锁定这个地方，目的就是要打穿伊朗的海上堡垒，意思也就是要削弱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哦。那么接下来伊朗就放话了，他说会为烈士的鲜血复仇，并且迫在眉睫。等一下会立刻来看到伊朗的最新军事行动。川普最新接受了这个媒体的专访，他怎么形容伊朗？他说伊朗像伟大的拳击手，你以为你已经把他打败了，结果他立刻反手给你一记重拳。我们要赶快来看到伊朗的重拳有哪几招。第1拳跟第2拳包括了第一个闪电行动，伊朗透过自杀无人机发射来猛烈的攻击当地的这个约旦这边的基地。第2拳就是它的第8波攻势，飞弹加无人机攻击多地的美军基地。那第1拳当中还包括攻击的美军在当地的F-15、F-16、
F-35机库跟它的 MQ-9死神无人机的这个机库哦，同时瞄准了当地多个通讯系统、燃料库跟雷达站。第二拳我们刚刚提到的嘛，纳斯尔2号第8波攻势，则是瞄准当地的后勤，包括在科威特的后勤中心，还有阿里萨勒姆基地的防御雷达系统等等。最受关注的是，我们看到伊朗特别公布了一个卫星图像，说它炸毁了哪些地区呢？包括了在巴林的美军基地、第5舰队基地的无人机指挥中心，还有呢这边的这个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直升机维修中心跟 P8电战机机库等等。伊朗外长继续放话，接下来应该会来进行的这一场地面战，可能会俘虏100名的美军，把这些美军带回伊朗哦。这些攻势非常的强烈。我们先来关心美国轰炸伊朗的七岛，这个叫做永不沉没的航母，这个天然航线真的能靠空袭摧毁吗？现在真主党也说他要加入了，美军是否面临更大的压力？赖老师怎么看？要靠轰炸要把一个伊朗的防线要摧毁，恐怕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先看一下过去的战争历史啊，在过去的战争历史，日本怎么炸重庆，并没有让中国大陆屈服。纳粹啊一直炸伦敦，也没有让伦敦啊英国屈服。同样的，美国的盟军一直炸柏林，也没有办法让柏林屈服。二次大战之后啊，就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国家，它因为被轰炸，没有出动地面部队，而最后屈服的。那个案例就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就是过去的南斯拉夫，但是美国炸它炸了78天，投下2.2万吨的炸药，也就是23000多枚的炸弹，不断的投下去，然后炸了78天以后，它才屈服。如果我们要讲说二次大战期间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炸弹让日本马上屈服的，那就是2枚的核弹啊。过去炸了东京或者日本的一些地方也没有让日本屈服，但是2枚核弹让日本人吓破胆了，屈服了。二战以后我们强调的就是南斯拉夫也是炸了78天，2万多吨的炸弹才让它屈服。那你想，川普炸了5天啊，这个岛屿就要让伊朗屈服，恐怕也不容易。在2月28号开始，美国就已经一直在炸伊朗的所有的军事要塞、所有的军事设施，炸了1个多月，啊，也用掉了上千枚啊的一个高精度的导弹，也没有让伊朗屈服。所以这样的一波的炸弹啊，就是说啊，伊朗的这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岛屿就要屈服了。我想这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最终还是要出动你的地面部队，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出动你的地面部队，你只专门靠这样的一个轰炸，那你不去占领它，你不把它当成你的要塞，当成你的一个前沿基地的话，那伊朗为什么会屈服？你炸了以后，我继续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只要没有控制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还在我手中。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没有办法靠不断的轰炸中就屈服伊朗的抵抗意志。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敢不敢出动地面部队？我觉得这个是考验的川普的一个决心。川普讲说要出动地面部队已经讲得很久了，从把机枪部队派过去，把这个特种伞兵部队派过去，再把这个远征军都派过去，就海军陆战队，也就是不管是从空中投下去的，从海上登陆的等等各种例行的这种2栖的部队作战都已经部署到这个地方来了。部署了多久了？快半年了，也没有办法投下去，就是因为风险太高，不可靠的因素太多。川普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说他的地面部队投下去以后没有伤亡，或是极低的伤亡，很少。连他去挽救他所谓的人质，后来认为说他可能是要去摧毁这个伊朗的这个被轰炸的核设施，然后要去确认以后把他的核原料拿走的那样的一个特种部队的，尤其是绿扁帽部队跟三角洲部队组合的这种特种部队投下去，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落荒而逃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要出动地面部队要占领这个地区，
我想这个风险太高了。我个人认为，川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敢下决心说我就做了。所以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伊朗就说那我屈服，我投降，那我们来好好谈判。可是川普已经露馅了，他炸了半天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谈判嘛。说我们来谈嘛，我们来谈嘛。那这个怎么可能？我觉得川普已经把他底牌泄露出来了。也就是他做的目前的动作，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谈判。好，那同样一个问题也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因为川普也说了，这个伊朗是伟大的拳击手。那我们看到伊朗是立刻发动了各种的攻势，不管是他的第8波攻势，或者是他的闪电行动，真的打痛美军了吗？那伊朗真的如他所言，他敢绑架100名的美军吗？那厉将军又怎么看？这7个岛就是在荷姆斯海峡北边最大一个岛哥斯姆岛，那旁边还有7个小岛，包括到我们知道拉拉克岛、大不通、小不通这些岛，这几个岛原来在这个3月份美伊战争的时候，美国地面作战就扬言要夺下这几个岛。那从美国当初地面作战要夺取这几个岛，你就知道这几个岛对控制荷姆斯海峡有多重要。但是为什么当时以美军强大的战力那他都没有办法夺取，也最后连动手都不敢动手。我跟你讲，这几个岛在军事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它这几个岛等于是伊朗南边这个大陆的一个前沿阵地。你要对伊朗的本土发动攻击的话，首先你要打这几个岛。如果说你没有拿下这几个岛，你贸然就进攻伊朗的本土，这几个岛就变成反射击阵地，它可以对你登陆的部队反过来打你屁股所以你就必须要先拿下这几个岛。可是你要先拿下这几个岛，你又会遭受到伊朗本土部队的这种掩护攻击所以你要拿这几个岛是非常难的。这种道理就像是我们台湾现在来讲的话，有一些这个外离岛，它的跟本土之间作战的地位是类似是像这个样子。但是关键是这7个岛又连在一起，你不能只拿一个岛，你必须要同时拿下7个岛。你光打一个岛没有用，你打一个岛，其他6个岛会同时对你发动反击，互相掩护。所以美军当时我觉得他就在军事上面、战术上面，他没有那能力同时对7个岛发动攻击。但是现在这7个岛又刚好是在荷姆斯海峡的北边所以伊朗现在规定，所有要通过荷姆斯海峡船，必须要从北边这个拉拉克岛从这边经过，要进入荷姆斯海峡，要从拉拉克岛的北边，要出荷姆斯海峡，要从拉拉克岛的南边，这几个岛刚好就是控制的荷姆斯海峡。但是美军光靠轰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到最后你还是要靠地面战来处理来解决。但是看得出来，美军现在对于这个发动地面战夺取这7个岛，目前看起来没有这个决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看到他现在打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很多兵疲力尽了这个已经没有太大，我认为他没有太多余力可以去攻占这7个岛。之所以伊朗会不会去俘虏100名美军，我觉得这可能性极高的。因为我们不要讲别的，地面作战的话，一定会有俘虏。这个包括到我们现在俄乌战争，你看到双方动不动隔一段时间就互相谈交换俘虏，所以地面战争一定会有被俘虏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伊朗这个对美军主动发动地面的突袭来讲的话，它可以利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这个利用或者是说美军敢这个贸然的发动地面作战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军被俘虏机会是很大，因为历来所有地面战争来讲的话，几乎是俘虏是被敌我双方互相俘虏，几乎是避免不了。但是问题是，美国以这个国家来讲的话，它是绝对经不起这个有美军被俘虏。如果有美军被俘虏，大概国内反战的声浪就会一波就非常的汹涌。对川普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招架不住的。好，那我们看到，眼看这一场战事逐渐的扩大，甚至已经要到失控了。现在另外一个组织说要加入参战了，它就是也门的胡塞组织。我们要看到他最新放话，他说，如果呢接下来局势如现在所发展的继续再往上升高的话呢，他不排除接下来会来封锁的是曼德海峡了。那现在就会看到说，不只是荷姆斯海峡被封。
曼德海峡未来也可能陷入危机。那大家怎么看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呢？这位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专家，他叫做克里格，他特别警告说这件事情会是伊朗最后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革命卫队认为说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他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如果两个能源命脉都被掐住，那全球油价恐怕升高到1桶$200大关，有没有这可能？这个经济核弹，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危言耸听了哈。因为历史上油价最高的时候是2008年7月，多少钱呢？布兰特原油147块，这历史上最高的。而且那个时候很大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那再加上国际整个能源的需求，那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元的贬值，因为美元的贬值这个货币贬值，才使得这些价格攀高，所以是这个因素。那会不会因为这一次，你说赫姆兹加上曼德海峡，你必须要了解，胡塞组织对于曼德海峡的封锁，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和伊朗对于赫姆兹海峡的封锁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因为它在整个地缘、地理，然后呢，整个飞弹以及无人机，还有就是海岸的控制，跟在曼德海峡是不一样的。曼德海峡之前曾经发生过类似这样子的红海的攻击，所以各国其实都有去做一些排除，因此它会让油价攀高。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油价在2月27号的时候是72块美元，我们讲的都是布兰特原油。发生战争之后呢，在4月中到6月中2次最高到120块，这已经是非常高了。然后呢，大概在这段期间到6月中以前呢，大概都是在90块到95块之间，其实已经是相对高的。你看72块到90块，可是当6月17号他们说要进行和谈的时候呢，就一下掉，在这3个礼拜掉到了71块，那就回到了战前一样。战前一样。当然这有点预期心理。那现在是多少呢？现在从7月10号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是维持在84块、85块。昨天是84.95。今天到目前为止收盘是84.88，所以维持平的。可是还是继续的轰炸啊。对，某种程度哈，因为大家刚才赖老师讲了，知道川普根本撑不了多久嘛。你就是说7天我要炸你桥梁，然后我就希望你回到谈判，所以战争不会扩大。然后他给国会的信函里面说啊，我不会打地面战，我会是有限度的，我会是一个合适的、适度的攻击。所以换言之，其实这个油价跟这个股价慢慢的跟川普在那边一天到晚叫嚣真打，但是呢，已经有一点脱钩了。但当然还是这个价高了哈，被叠高了。可是呢，并没有说往上攀。如果说2个海峡都被封锁哈，它立即会往上走，120都有可能。那曾经来过，但是再往这个上走的时候，我觉得需求会降低，因为这会造成整个需求这个无法负担，然后呢，战备储油会出来。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别的国家不会在旁边袖手旁观了，欧盟、俄罗斯甚至中国都会出来说，这个事情不能再这样恶化下去。你美国要有所节制，你伊朗要有所这个就是回应。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他们2个国家自己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过这里最后一点就是说，打消耗战，美国以为在跟伊朗打消耗战，但这个消耗战不要认为只是打弹药库存消耗战，光是这一点，其实美国已经输了。现在你再输有什么意义？对。但是消耗战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油、通膨、经济，还有你的选举会消耗你的，所以那伊朗都没有这些问题啊。那当然伊朗的经济会更加的受创，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川普自己设定了7天、14天，那他就知道这个消耗战其实它有它的天花板存在的。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
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接下来我们看到北京变脸普丁吗？因为他拒签了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线的这个合约哦，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北京已经提前在布局俄罗斯的接班人，真的是这样吗？昔日的战略伙伴出现裂痕吗？打上一个问号。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军事上，中俄的合作还是非常强的，包括了中国出动它的039B，俄罗斯的部分则是它的洛基级前舰联手出海。中俄到底是分手还是另类结盟？今天我们一起来做深度的剖析。中俄关系我们刚刚说了嘛，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变化呢？原本被视为是普丁他很重要的一个外交成果的西伯利亚2号天然管线，现在出现了停滞。好，细节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华尔街日报》怎么报道的。他说呢，俄罗斯总统呢，他在5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访中前呢，曾经派高层还有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去，当时要谈的事情就是有关于西伯利亚2号天然气管线的签约了。结果呢，这些代表团在中国谈的过程当中，发现，中国这次的态度比较奇怪，为什么态度看起来不太积极，拒绝跟俄罗斯签约？俄罗斯所定出来的价格跟采购的条件呢，是俄罗斯定的这个价格采购条件不够好吗？那中国后来也要求俄罗斯说，你必须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甚至是接近国内售价供气，否则呢，中国大陆是不愿意跟俄罗斯来继续签约的。好，这一场的谈判就被视为说，这个过去20年来的这个能源计划，本来是可以避开西方转向中国大陆的一个能源计划，现在怎么连跟中国的方向都陷入卡关了呢？就是因为价格谈不拢的关系而已吗？那俄罗斯的天然气巨头高层也非常的紧张，他说公司啊现在正在经历缓慢，但是偶尔会爆发的死亡哦。俄罗斯的能源的收入正在快速的下降当中，对中国的依赖也是同样越来越深了。这个是在经济面，我们现在做一个解读。在政治面，我们也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北京的内部已经开始评估所谓后普丁时代的俄罗斯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北京到底具体做了些什么事情？他现在跟俄罗斯不同的政治领域、商业领域的单位呢，开始有做接触了，似乎是要在做提前布局，也就是确保未来不论是普丁或者是其他人掌权，中国大陆都能够持续在俄罗斯这边维持一定的影响力。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在俄乌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在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之后，他开始对北京强化他的大幅合作。外界质疑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本来以前是这种战略伙伴比较平等的关系，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比较是中国大陆来主导的一个非对称关系呢？所以中国才会开始布局所谓的这个后普丁时代嘛？到底怎么回事？好，我们先来关心这个西伯利亚管线2号，中国大陆拒绝与俄罗斯签约，在经济结构上面出现了什么转变吗？赖老师怎么解读？哪有转变？这个《华尔街日报》在见缝插针，在挑拨离间，根本不是这样啊！商业的事还是要就商业，地缘政治的事还是要就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道理很简单。我们先看一下啊，因为普丁他在这一次的西伯利亚2号线是大手笔啊。为什么说是大手笔？因为它原本有北溪2号线，那是俄罗斯往欧洲的天然气管线。后来被乌克兰、美国情报单位炸了，这是不争的事实。炸了以后，北溪的2号线是俄国出资一半，欧盟的相关国家5个国家以德国为首出资一半，组成北溪2号线公司。而这个联合公司的总部设在瑞士，但是被乌克兰炸掉了。它的运送量多少？每一年至少500亿立方米，这么多。那现在俄罗斯、欧洲不卖了，他想转卖到中国来，卖到中国来，跟中国在多次的谈判中，中国大陆不太愿意走最近的那一条路，因为普丁他想走最近的那条路，那条路就叫穿越蒙古国。可是对于北京来说的话，他希望走的是东线，也就是穿越东北进入中国，要不走南线经哈萨克进入中国。就是不想走蒙古国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蒙古国比较像乌克兰，
如果说今天经过蒙古国，那如果哪一天蒙古像乌克兰一样，因为当时俄罗斯也是经由乌克兰的天然线管道进入了欧盟的南方，就是南欧这个部分。后来乌克兰有时候就把它关掉了，对，关掉以后就造成南欧盟他们缺天然气了。那经过乌克兰要收过桥费嘛，所以经过蒙古国，蒙古国要收过桥费，所以蒙古国很积极，他现在一听到中国大陆对这个管线兴趣不大的时候，他着急了，他开始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来会谈。可是你不要忘了，在这个之前，蒙古国干了什么事？蒙古国他在2月的时候，他的外长到美国去访问，跟卢比奥，卢比奥是仇中反中的大将。2月的时候，他跟卢比奥就谈到第三邻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也就是说，对于蒙古国来讲，他要一直维持除了中俄以外，他要寻找另外一个大国的这个靠山，所以他永远要走这种摇摆的路线。永远要走摇摆的路线，它大部分的时间是跟中国大陆比较不友善的，大部分的时间哦。好，那这是2月份发生的事，所以中国大陆对于蒙古国，它一直保持着警惕，在观察。蒙古虽然也派外长要跟中国大陆斡旋，可是事实上是装模作样，因为6月份的时候，他的外长又到日本去了，而这个时候是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他到日本去了以后。日本给他360亿日元的低利贷款，然后他要跟日本签战略伙伴关系，签稀土的关系，那你想这样的一个国家对中国大陆来讲，我不信任你啊，我不信任你，而这个投资是巨额的，要5、6年才能完成，投资是巨额的，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不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担保，那你到时候我的能源被你这个蒙古国控制住，那对中国大陆不利啊。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希望能够分散各种能源的管道，从东北来，从哈萨克来，从LNG 船。中国大陆现在 LNG 船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做的最大的，所以它的成本可以下降很多。那你想，对大陆来讲，这次已经暗示俄罗斯了，不要提了，就先搁置吧，因为要看蒙古国的态度。所以我个人觉得，以蒙古是把自己害了，他以为他聪明，笨得要死。好，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这一次的动作，针对西伯利亚2号的动作，是不是要分散在这个经济上面的风险、能源上面的风险？那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又怎么解读呢？因为现在有说所谓的后普丁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布局了，怎么回事？杨老师，其实西伯利亚力量2号要经过蒙古国，俄罗斯希望说，透过这个管线把蒙古绑住，绑在中俄之间，其实蒙古如果真的管线经过的话，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决定权哦。说我今天开，我明天关这样子哦。那事实上，它南北都是2个超级核武大国。对。那你哪有什么时间让你这个开关的？我搞不好这个管线我都驻军了，对不对？你美日又怎么样？所以蒙古一开就知道，这个管线要真的形成哦，有很大的这个困难。所以他倒不如把这个东西去跟美国跟日本去要价，讨到了一些贷款，讨到了一些这个说法，那但是美国跟日本也了解，在这中俄之间的蒙古国，其实你闹不到哪里去，你最多派更多的这个 sumo player 到日本去，那很多 sumo player 是从蒙古来的，这样子，但是也的确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报价一直在谈，那整个俄罗斯这边的评估大概每1000立方米是125美元，大概平衡点。那中国大陆刚开始的报价比这个还低，那当然这个是商业谈判嘛。对。那现在看起来他们是可能在120到150之间，不确定。如果真的要做，但到底是怎么做？其实我倒不是很担心说这个经过蒙古国，我刚刚讲了，经过其实把你绑住了。你蒙古国还有什么？你人口加起来不如我这个一个省的这个多了，所以其实他们倒不是很担心，但是反而是去这更进一步的这个连结，那改变了整个东北亚。大家以前讲东北亚的时候，都忘记了蒙古的存在，有的时候也很忘记那个朝鲜的存在，但事实上现在这个地缘政治把大家都给包含进来。那
至于说所谓的这个中俄关系是不是第一个有所谓后普丁时代的布局？我跟你讲，这个就华尔街日报他的这个说法，你知道？是。那也许会有一些风险评估，但两国关系绝对没有质变。那第二个有没有说，因此我们可能出现了中俄呈现一种非对称的关系？中国大陆形成非对称优势的关系。经济上是呈现了一些，就是说，应该是说这个非对称，但政治上绝对平等。那经济上是事实的经贸关系，而且你知道，如果你讲非对称的话，早期更严重啊。现在双方的贸易额在去年来到了2500亿美元，那之前呢，甚至还低于1000亿，那也就是说，过去在能源采购，在中国大陆商品前往俄罗斯的这个部分，其实都很低的。你看，在短短的3、4年之间，它就来到了2500亿，而且他们说今年可能会超过更多。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双边的经济相互的互补依赖，其实是越深刻的。那你当然说中国大陆卖的比较多，出超比较多，那你说我们台湾跟这个两岸之间或者台美之间不也是一样吗？但是呢，政治上他们却是一直维持相对的平等的。好，我们刚刚看到是这个中俄在经济跟政治上面的合作，那在军事上的合作，我们等一下请厉将军也帮我们看一下，因为最新呢这一场是中俄的联合海上2026军演持续的进行军事的合作，而且现在看到他们都出动了不同的潜舰。中国大陆的部分，我们先来看到图片039B 型的原级 AIP 潜舰，俄罗斯派出的这个是改良型的洛基级潜舰，那双方在这边演练，包括科目像是反潜作战、海上目标打击、前舰救援、联合作战指挥协调等等。接下来演习结束之后，会一起走向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的巡逻，显示双方军事合作从单次的演习走向了一个比较常态化的部署。战力的部分会如何影响到接下来，并且冲击到美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威胁，在这个海下的一个水下的一个打击网？那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看俄罗斯这个国家它横跨欧亚两洲那现在来讲的话，他在欧洲那边这个俄乌战争打得正酣而且这个战争拖了4年，对他来讲的话，事实上也是陷于战争的泥淖当中。如果这时候他在东边这边，那如果说有任何军事的这种威胁来讲的话，他国家将陷于整体的一个大不利的情形，他必须要面临两面作战。所以他一定要跟东边的这个中国来讲，一定要搞好关系。由于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一定双方要建立彼此互信的同盟，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当然我们知道中俄还有朝这3个国家有个共同最大的威胁的敌人就是日本。那这个日本这个国家，高市早苗上台以后，积极的要恢复他的军国主义，然后要发展他的这种就是要废掉他的无核三原则，以及修改他的国安3法这个在这种状况下，那当然中俄两国势必要联手，但是很特殊的，中俄两国在军事上的联手的演习之前是空军的，我们都知道中俄联合的空中战备警巡，对，然后最后是海上的海上中俄联合海上的军演，然后前2天是海上联合警巡，但是这次很特殊的是海下开始联合警巡了，是这2艘潜舰代表的是水底的战力已经开始了。当然，这次中国跟俄罗斯互相用的还不是这种核动力的攻击潜舰，还都是传统动力。中国的039是传统动力但是 AIP 崛起推进，它就是可以不依靠空气它就可以推进，那可以长期潜伏在海里面。那俄罗斯的基洛级也是一个性能非常优秀的这种传统动力的一个潜舰。那为什么这2个国家开始搞潜舰呢？其实这跟美国就要扯上关系了，因为美国知道说是在第一岛链这边可能水面战舰不是中国的对手，所以包括到帕帕罗包括到赫格塞斯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美国的只要跟中国如果在开战一开始的时候不到这个半个钟头，它的水面战舰可能就会被中国的这种导弹打得差不多了。在这种状况下，这个美国跟这个当然就要想说靠它水底的优势来跟这个中国来做水底的对抗。那当然中国也水底跟我对抗来讲
反潜作战最好的武器就是潜舰。所以你既然要用水底下来对付我，我当然用水底下对付国去，这是这个互相相对的。所以中俄这一次，我觉得潜舰的联合战备警巡，潜舰的联合的军演，我觉得是对美国的这种要准备用潜舰突破第一岛链来威胁中国在海底的战力，这个一种反制的作为哈。所以这次来讲，中俄很特殊的，这是第一次潜舰的联合军演。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美中科技战，赶快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被美国封了7年的这场科技战，竟然封出了中国大陆的 AI 霸权。今天会来看到是华为浴火重生哦，等一下会来关心到它的新机即将推出的这个5G 手机。重返了全球哦。那么辉达的部分，在中国大陆现在市占率已经降到双位数以下，被形容是崩盘了吗？北京这个时候吹响它的算力反攻的号角。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留言，如果您认为在这一场的科技战当中，此刻也就是在2026的下半年，中国大陆已经突破美国的封锁，完全突破几乎哦。那么写1，如果您认为现在还在跟美国就是承受美国的压力的话，留言帮我们写2，一起来做讨论。这场 AI 战场可以说已经变天了。美国原本希望用它的晶片来掐住中国大陆的咽喉哦，没想到7年之后，也就是此刻，境内没有让中国大陆这个停下脚步。现在我们看到的事情是华为正式的崛起，辉达也失守中国。来看到 AI 版图重新洗牌。大家知道说，在近期美国封杀 H100，还有限制包括了部分的 H200出口中国大陆，甚至祭出了白名单制度之后，到底害的是谁呢？因为我们来看到来自于经济学人特别做的统计哦，是不是现在受害者反而是辉达啊？AI 的晶片市占率已经从当时在中国大陆有这么高达95%的市占，现在竟然只剩下8%了。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这么说，他说辉达的先进 AI 晶片在中国市占率可以说是一度已经掉到几乎为0了，几乎都没有了。那另外一部分，那抢下的市占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华为，尤其是它的升腾晶片已经抢下了超过50%的一个市占，这个是就晶片的部分。但是呢，我们知道科技战现在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 AI 了，尤其是算力的部分，现在非常的重要。华为在2026年，我们今天要来看到是推出的新一代 AI 超级算力的集群，这个是 Atlas 950。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据说可以挑战辉达还没有出的这个它的算力系统，而且呢，华为推出的这个系统运算能力还直逼是全球最高等级的。华为的董事长徐直军是这样说的，他说未来2年华为将会维持全球算力都是落在第1名的，代表中国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不管是在晶片，已经往 AI 的算力基础设施整体来做一个发展了。华为的 AI 算力超车辉达吗？可不可以这样说？等一下请教赖老师。再来就是美国的晶片封锁了中国大陆7年，最后为什么还看到 AI 算力中国大陆有机会成为全球第1？老师怎么看？这个就是各个科学家啊，还有就是所有的业者都告诉美国的总统川普啊，说封锁是错误的战略。你必须要合作的方式啊，因为最主要的是因为中国的科学家跟工程师，第一个聪明，第二个他们勤奋，第三个国家政策支持他们。那拥有这3个特点的话，他们不屈服，他们不会投降，他们只会越做越好，只会在你想不到的时间内完成他们所达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最后证明中国大陆做到了，也证明了他们的预测是正确的。也证明了这个川普是错误的，所以川普害死自己国内的产业，川普害死英伟达，
川普也害死了他们美国的这些科技产业。算力现在多重要啊！各位想想，美国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把这个 TikTok 把它抢过来？就是因为它的算力最强，它能够精准的知道这个观众或者是消费者他本身的需要，所以它的本身的这套技术，事实上是中国大陆在最早的时候独有的。那现在美国想把硬体的这个设施里面把中国大陆打趴可是问题就是打不趴嘛。现在掏晶片也出来了当时台湾有一些台积电的一些大佬。说不可能，落后好多年，3年、5年，什么都可以讲得出来。本来这个黄仁勋在跟美国要去说服他们的时候，说你们不要用封锁的方法，不要阻止我的产品卖到中国。他当时讲说，中国大陆跟着我多近呢？跟着我是奈米的距离，就在我旁边。然后后来美国还是决定封锁了以后。然后他们又讲说，那中国的算力离你的英伟达或者这个涛定理离你英伟达多远呢？他说远得很了。你看，同样的概念2套说法，那到底他今日的过去的黄仁勋正确，还是后来的黄仁勋正确？不知道。后来有人说，那黄仁勋是不是没有把这个涛定理读完？怎么可能？如此聪明的人，怎么可能没有读通？怎么可能没有读清楚？结果涛晶片出来了，涛晶片出来也证明了，因为科学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不受检证的。当它出来了以后，很多人马上一猜以后发现它就是这么的强大。现在阿特拉斯也出来了，他也告诉你说我就是在，你拆开来看看。可是问题就在于。英伟达的还没出来就是辉达的还没出来，而中国大陆已经出来了，而出来了以后，我就告诉你，我领先你2年，等你出来以后，我们再来验证看看，因为它新的东西在后面也要出来了，换言之，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大竞赛，可是现在的情况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可以在这个竞赛中赢，而现在不只是在中国的市场，中国赢了。我们也在这个节目中多次的跟观众朋友有预测过，就是说中国一旦做出来了以后，那就不只是在中国的市场内一较长短，而是在全世界的市场一较长短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当黄仁勋的东西不但卖不了中国大陆，黄仁勋的东西可能在全世界也要面对华为的严重挑战了。是，因为。我的性价比如果比你低的话，你除非你能够做出非常好的性价比，不然的话你一定输我。黄仁勋的股价，我觉得可能快守不住了。好，所以辉达现在要紧张了吗？我们刚刚说嘛，这个辉达它在中国大陆的晶片市占一度是从全盛时期的95%，剩下8%而已。接下来如何看后市？杨老师，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战，从2017年打到现在，真的是越打越回去，而且。他本来是想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孤岛，由美国、晶片联盟、整个西方从软体到技术到设备到芯片，通通管制，把中国变成一个孤岛，要打压它。结果现在孤岛在哪里？现在孤岛在美国，所以真正的孤岛化其实是美国。我怎么说呢？第一个，他在关税提高变成一个壁垒，就不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第二个，他现在不准中国大陆依照用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发展出来的成熟晶片跟技术所做出来领先全球的电动车、太阳能板、无人机，不准进口到美国。就只有大疆无人机没办法，因为大疆无人机已经进去很久，所以他把他自己变成孤岛了。那现在在就是芯片的这个发展跟算力的比较上其实我觉得也越接近。而如果当你跟中国大陆的技术跟接近的时候中国大陆拥有规模的经济，拥有整个供应链群聚，然后呢，它内部又这么卷，又有全球南方的市场，你美国根本除了美国之外，现在连西方的市场其实都不需要你美国相关的电动车之类的，因此你就看到华为的这些芯片，现在当然你说跟辉达的 Blackwell。B200，也许还有一代的差距，我们不知道。等真正华为出来，我们要再做比较，这是最顶尖的。但是它说实在，
跟 H100已经超越 ，H200呢 ？H200根本其实中国大陆是愿意开放买，那是因为自己本身现在供应不足，所以干脆用你。为什么？他愿意让你卖的时候，表示他已经不怕你的这个冲击了。因为我自己的本身技术上已经超越你，只是现在是产能不足，所以呢，先用你的东西。所以是不是个 Blackwell B200还跟华为是有一代差距？我们要等待。那至于辉达还有另外一个东西，真正的护城河是叫 CUDA，就它那个整个软体这个生态。但是华为的 CAN，事实上我觉得可能也接近。现在问题就是说，可能在手机里面的鸿蒙系统，毕竟使用人数相对是较少，但这也不是针对你辉达了，这是整个 Google 系统。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还很快已经发现到，当美国跟西方想要把中国给孤岛化、打压它、进行科技战的时候，结果你看10年下来，孤岛的是美国，那变成自己本身要守住自己的优势，而优势真的也是不多了。好。那另外一方面，除了这场中科技战涉及到晶片之外，我们也看到实体手机的部分。过去大家还记得吗？2019年当时呢，这个美国禁华为当时禁的东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包括针对4G 啊、5G 啊各种的零件等等的技术都禁止给中国大陆。那其实短短的几年之内，当时的华为确实是一度几乎撤出了海外的市场全球市占从第2一路跌到谷底。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就在此刻。7年之后，剧情出现了大翻转，因为华为正式宣布的这款手机我们这个面板上面也有图片，Pura 90S Pro 重返了海外市场，代表它的5G 手机也重返了全球市场。今年的手机在华为的智慧手机出货量，现在正式的数据出炉，上修到6000万只，竟然是创下被美国制裁以来最高纪录，而且重点来了，它也是全部几乎都国产化的，57%的国产化，而且呢少用掉包括来自于日本跟韩国的零组件了。现在整体看起来，包括从晶片的自主到这个鸿蒙系统的作业系统，到整条的供应链，全部都是国产化的。那厉将军怎么看？今年出来这个华为的这款新的手机 Pura 90S 的话，它其实分为2种版本。分为 Pro 版跟 Max 版那它搭配的是它的鸿蒙 OS 作业系统，就是 6.0.0.125这个版本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正式的重回到国际市场，包括它的手机包括它的作业系统都重回到国际市场。那反观，其实这7年走过来，华为这段历程确实是非常的辛苦。从2019年，因为中国要这个质押中国华为的系统发展，所以说不准卖给他4G 还有5G 的晶片，甚至于连供应链，包括到手机上面的镜头、感应器、指纹感应器等等来讲，都不准记忆体都不准卖给华为。在这种状况下，华为必须从零开始，又开始一步一步走起来。但是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拆解 Pura 80的时候，发现中国的自制率已经恢复达到57%，那这代表什么意义呢？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拆解的时候，才发现拆解的那款手机是 Meta 60，才发现说它那个自制率是19%。那为什么短短3年它整个手机的自制率已经从19%提升到57%？这完全就是因为美国的制裁产生的所谓反作用力。让不管是华为还是中国这个手机的相关的零组件供应链的企业，产生一种危机感，然后自立自强，自己发展相关的晶片还有相关的这个供应链。我举几个比较明显的例子。第一个，原来有一家做这个镜头的因为美国这个对它实施实体管制，这个镜头公司叫欧菲光。这家做镜头的公司，美国对它实施管制，而且苹果跟它断了合作关系。那欧菲光这家公司它怎么办呢？它自己跟这个华为来合作，彼此互相对接合作，变成说它变成华为的供应商，它不是苹果供应商，它变成华为的供应商。而且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的技术越做越好。除了我们知道像手机来讲有指纹的感应之外，镜头的效果也变得比较好，这就是供应链其中一个嘛。另外来讲，在记忆体的部分来讲，储存记忆体原来用的还只是用旧款的记忆体你也脱离不了这个海力士的这种
记忆体，但是现在来讲，它都用中国自产的晶片记忆体，包括长江或者是长兴存储的记忆体。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来讲，被美国逼出来，所有不只是华为这款手机自己创新，而且连提供给它的这些供应链都自立自强、自力更生。所以我觉得，当自己国家的这种供应链不被美国卡脖子，我觉得以后来讲呢，后市是一定看好的。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打针也救不了美军，今天要来关心包括了美军内部的各种问题，包括了士气崩盘、清洗将领跟兵工厂照不出炮弹，美军赤手空拳，难道真的能够上战场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来深度剖析。好，这一场中东战事，我们来看到美军对伊朗狂轰，火力全开，但是真正的危机是在美军的内部，一支军队到底能不能打考虑的事情有3件事情，包括了战斗意志、还有指挥跟后勤等等啊。但是这3点呢，美军现在都陷入了危机。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危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关于美军的气势。赫格塞斯现在说呢，为了要提升美军的气势，将会推动睾固酮治疗计划，未来30岁以上的官兵每年必须要接受这个浓度的检测，如果呢数值不足的话，就会提供治疗，希望提升整体官兵的体能、精神跟他们的战斗力。但是呢，这个话一出，立刻遭到各界的炮轰，原因是因为他们就说了，重点不是这个有关于荷尔蒙，重点是这个美军是真的已经太累了。怎么说呢？包括了林肯号持续在这个部署在中东地区210天，中间竟然只有靠港1天，可以说这些官兵都身心俱疲啊。还有许多人写信向外界求救，还说呢，没有人是为了这样子才加入海军的。官兵真正缺乏的不是荷尔蒙，而是他们需要休息，还有他们希望能够轮调啊。这件事情看起来怎么变得这么的难呢？第二个是指挥体系现在也出现了问题，这是第2大美军现在内部面临的问题。近几个月，美军高层人事大动荡，多位高阶将领他们干脆自己提前退休，并且撤换掉了包括陆军参谋长乔治等等的重要级人物。金融时报更是报道说，赫格塞斯在军中已经营造出了一种让人恐惧的氛围，这个氛围一路会延伸到最高将领、高层等等，而包括在这个军事体系之内，还撤换了许多重要的大将，像是前4星的上将布朗，他也公开批评美军正在逐渐沦为政治工具，而不是专业的军事团队了。好，那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赫格塞斯宣布的这个政策，就是要推动睾固酮治疗计划，并且做检测，要提升军力。厉将军怎么看？这赫格塞斯哈，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带过兵。你认为打睾固酮哈，这个刺激男性雄风激素就可以让官兵有战力吗？其实部队的精神战力哈是来自于这个你懂得人性。其实军队的战力，我们讲说是带兵、练兵、用兵。你首先要懂得带兵，然后其次你知道带兵我们都经常讲一句话嘛，带兵要带心哈。你能够带到这个兵的心以后，你才能够有资格去谈练兵，怎么样去训练你的部队哈。然后你会练好兵之后，你才能够用兵，才能够在战场上面用兵。那现在来讲，赫格塞斯居然想要用这个打针的方式来达到他这个练兵的目的，其实是舍本逐末了。你刺激了他男性雄风，那又能够怎么样？现在关键，我们现在看这个，包括林肯号航母210天哦，官兵没办法休假，这代表了什么？就是你赫格塞斯第一个，你的这个航母的军舰你调度不足哈，你没办法应付这个全世界各地方发生的这种需求，所以你兵力调动不足。之前是这个福特号，现在是林肯号。福特号因为这个常年部署在海上，官兵过于疲累，所以造成
福特号的官兵这个将马桶堵塞，然后甚至于纵火，最后消极的去救火，让这场火烧了整3天3夜，然后最后不得已，福特号现在是要回到母港做大修。那林肯号会不会也重蹈这个福特号的覆辙？你210天没办法休假，你知道这个带兵首先要讲带人性，什么？部队的阿兵哥不是战斗机器，你不是说一个按钮按下去以后，它打开机关，你给它充电，你给它搞完数以后，它就可以去作战，不是，而是你必须要考量的是他的人性。什么是人性？你知道，战场上阿兵哥也是一个人啊，他人性就是贪生怕死、好逸恶劳。大家不要笑，这事实上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是没有一个很好，他为什么要替你去打仗？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卖命去打仗？我为什么要长期在海上这么辛苦？我有家，人性就是我也要有家嘛。就像猪八戒一样，他每天想回高家庄去娶亲，然后想要放弃这个到西天娶亲，然后回高家庄去娶亲生子。还是我跟你讲你不要看林肯号的官兵也是这样啊，他就跟这个唐三藏那个团队一样，他也想回家。如果说你不让他回家，不让他休假，我跟你讲，紧接着下来他就造反，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人性，而这人性不是打这个睾固酮素就可以激发出来的。这个东西你必须要顾到他的不管是人性上最基本的需求。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的鬼点子非常的多，除了打这个睾固酮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策划清洗军队、重整军队。这个损失现在在内部军队正在扩大当中，赖老师有怎么看？他没有重整军队，他是排除异己，对，只要不能够执行他的意志，只要对于他的老板川普的理念想法有不同的意见的将领都清除掉，这不可以的啊。其实我们一个三军统帅，他最主要就是要多听听这个将领的意见，而不是说今天将领跟他的意见不同就把他清洗。要听，为什么听很重要？就是说你要做判断，但是你要先听嘛。你听了以后，你听这个将领跟你讲是这样，你听另外一个将领他的想法，你再听另外一个将领，那么各种将领跟你提出他的专业的判断了以后，你做一个三军统帅，最后做裁决。这个裁决当然权力在你，可是你要先能够监听。可是问题就在于，川普的问题是在于他不听，他只认为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我想怎么做，那你能不能做得到？那对于赫格塞斯来讲，他表忠诚的方法就是我就是100%执行老板的意志跟老板的理念。例如说，这个战争该不该发动打伊朗，所有的将领都告诉你说，绝大部分的将领告诉你说不能发动，因为这违反战争法。可是对于川普来讲，就是说，那跟我意见不同的就开除掉。所以您看，第一波很多将领就被开除了。那要怎么打法？他提出来的想法就是，那我就要怎么打？很多将领说，你这样打，这个损失会太大，可能不能这样做。那那个川普不开心，赫格塞斯就执行了，再清洗一波。所以他并不是在重整军队，他是在排除异己，把所有不同意的这些将领都排除掉。可是到最后，战争整个证明这些不同意见的将领他们是对的。他们说不可以这样打，结果他们这样打了以后，执行者的这些将领，结果造成了后果。你看，这样打不像打，不打不像不打，然后整个拖死狗，然后让全世界看到说，你美国的军队怎么是这个样子？战争打得不像话，没有战略的目标，怎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军队呢？其实，赫格塞斯跟川普他们不是在重整军队，他们是在糟蹋美军。好，我们刚刚讲到美军内部3大问题啊，一个就是战斗意志，一个是刚赖老师帮我们特别讲到的指挥系统，最后是它的弹药库的危机。我们现在来看到最新的弹药库危机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就是美国他们最基本需要用到的炮弹、飞弹跟拦截弹都是不足的。最讽刺的是，美国砸了4.69亿美元打造的新的兵工厂，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正式的量产任何一枚的炮弹。美国智库也做了一个分析，就算现在假设把它全面启动战时生产，也需要2到4年才能够从下单到交货才能出货。那很罕见的，美国参议院在这个时候关键时刻还挡下了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代表大家不希望川普继续打了。那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个兵工厂案很夸张。他当然也是因为在俄乌战争当中，美国不断的提供给乌克兰这个炮弹，他希望能够
就是增加库存，到每个月能够生产大概10万枚，就是155毫米炮弹。那就是要证明这个项目。那结果2025年10月的时候开工哈，在德州，那希望能够这个增加生产。结果呢，他为了要赶时间，他去把一套旧的 M107炮弹的这个生产线哦，那个时候是1958年的时候这个装设的，他就把它搬到这个德州的厂来，然后呢去做改，结果越改问题越多，反而本来是希望能够在3年后，就是在今年能够增产的，结果现在他的炮弹每个月只有3.6万枚。那这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他已经投了4.7亿美元了，所以就被美国的这个叫做监察局哈，就整个就指出来这个问题不可思议的严重哦。那因此这个是一个单一个案吗？还是说美国的其他的整个军火的生产都没有问题？其实现在问题到处都在出现，尤其最关键的那个稀土跟关键的这些这个金属哈，被中国大陆给管制之后，虽然对美国是没有，因为延长到今年的11月，所以到今年的11月，美中之间是不是能够再把这个稀土出口管制能够再延后？这个变成是川普政府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但日本已经碰到问题，日本又相当程度有在帮美国做这些弹药，比如爱国者飞弹 F-35里面的重要的零组件，所以将来美国的整个军工产业的发展哈，会碰到一个越来越难的这个困境。为什么？因为钱越来越花越多了。今年全世界的国防预算加起来3兆美元，里面军工产业的产值就来到1.6兆，所以很大一块都是在这里面。传统的弹药都已经碰到这种问题，还有新的无人机、AI、网络的太空这些问题，其实都会有大笔的钱进来。那你大笔的钱进来，你怎么去面对美国的这个整个官僚化的生产？尤其是美国不时还会碰到像是俄乌战争这种及时要赶快去增加库存的这种思维，还会不断的出现。然后呢，再加上你的关键的稀土。